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一眼洞悉女人心。你有没有在深夜里盯着天花板，回想那些让你心碎的女人身影？她们的笑容如春风，却藏着让人猜不透的秘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本书，它不是简单的恋爱指南，而是像一盏昏黄的灯，照亮了女人心底的幽谷，让你看到那里面交织的柔弱与锋芒，生与死的纠缠，命运的荒谬与人性的温暖。冯国焘，一个在情感世界里摸爬滚打多年的观察者，他出生在普通的中国家庭，早年经历过几次失败的感情，让他开始质疑男人和女人之间那道无形的墙。写作这本书的动机源于他亲眼见过太多男人因为不懂女人心，而在爱情的战场上败得一塌糊涂。他不是心理学家，却像一个老猎人，凭借无数案例和观察总结出这些洞见。冯国焘说，这本书不是教你操纵别人，而是帮你看清真相，避免在苦难中迷失。他的人生经历让他相信理解女人心其实就是在对抗命运的无常，寻找活着的价值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普通的男人叫李明，从小生活在喧闹的城市里，他的故事就像是这本书的活生生注解，从懵懂的青春到中年后的沧桑，一步步揭开女人心的层层迷雾。起初，李明像大多数你我一样，以为爱情就是简单的相遇和拥抱。他遇到了第一个女人小薇，一个在雨夜里撑得伞的女孩。那天街灯昏黄，雨水敲打着地面，像琴弦在低鸣。小薇的眼睛里藏着温柔，李明以为那是纯净的爱。他追逐她，送花写信，用尽了浪漫的招数，可渐渐的他发现小薇的话语总带着双关。他说，我累了。李明以为是身体的疲惫，却不知那是心里的疏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女人常常这样用柔弱的外表掩盖内心的双刃剑？李明忽略了她的本性，以为懂得了表面就赢得了全部。冲突开始了，李明和小薇的感情像秋叶般飘零。小薇开始装傻，故意忽略他的小错误，却在关键时刻爆发。他说，你不懂我。李明辩解，却越陷越深。书中冯国焘提醒，别把女人当傻瓜，她们装傻只是为了测试你的真心。李明试探他的底线，一次次问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结果呢？小薇在雪夜里离开，留下一个沉默的背影。那一刻，李明感到命运的荒谬。为什么努力了，却换来空荡荡的房间？灯光洒在地板上，像泪水般闪烁。他开始酗酒，工作也一塌糊涂，苦难如潮水涌来。转折出现在几年后，李明遇到了第二个女人阿兰，一个在咖啡馆里安静阅读的女子。她的笑容带着成熟的韵味。李明这次学聪明了点，他不再全信她的每一句话，而是仔细聆听背后的逻辑。阿兰说，我需要空间。李明没有追问，而是给她时间。你可能也想过，女人与男人的爱情观完全是两种逻辑。男人像猎手直来直去，女人像河流弯弯曲曲，却总有自己的方向。李明开始洞悉她的审美，从一开始就知道她想要什么样的男人，不是富豪，而是可靠的肩膀。他们的关系平稳推进，但冲突又来了。阿兰的过去藏着伤痕，一个前任的背叛让她对依赖心生恐惧。李明误以为他全指望自己，结果在一次争吵中，阿兰哭泣着说，我是在依恋你，不是依赖。那一刻，李明领悟到，女人不是弱者，她们有自己的底线，一旦越界，你就会在下一秒彻底下台。故事继续，李明的人生像一出长剧。第三个女人小雨出现在他最绝望的时候。那是冬天，风如刀割，李明失业在家，望着窗外飘雪，思考活着的意义。小雨是个活力四射的女孩，却藏着内心的脆弱。她常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，声音带着颤抖。李明这次真正应用了书中的智慧，别忽视女人的本性，知道其所需，才能引她一见倾心。他不急于表白，而是从细节入手，陪她散步，听她诉说童年的阴影。冲突高峰时，小雨面临家庭压力，选择离开。李明没有挽留，而是沉默的祝福。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苦难中的希望？李明在哭泣后渐渐释然，他开始反思，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对抗命运的旅程。女人心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自己的不足。李明的故事没有大团圆结局，而是平静的延续。他后来结婚了，妻子是一个懂得他心的女人，他们在夕阳下散步，琴声般的笑语回荡，
书中冯国焘通过这样的隐喻，讲述了无数类似的情节转折，从误解到领悟，从冲突到和解，每一个细节都像血液的灯光，照亮了人性的角落。李明明白了，爱情不是征服，而是相互洞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经历了生与死的边缘，不是身体的死亡，而是心灵的荒芜与重生。你听着听着，或许会想起自己的故事，那些夜晚的沉默，那些未说出口的哭泣。现在我们来到书中最触动人心的场景，那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。想象李明在那个漆黑的夜晚，独自坐在旧沙发上，手里握着一封小薇留下的信，信纸泛黄，字迹如泪痕般模糊。他写道：你从未真正懂我，我的话你听，却不信；我的心你看，却不动。那一刻，李明的心如被琴弦拉断，发出绝望的鸣响。外面是雪夜，风呼啸着，灯光摇曳，像鬼魂在舞蹈。他哭泣了，不是为失去，而是为自己的无知。命运在这里嘲弄他，你以为掌控了爱情，却被女人心的双刃剑刺伤，情绪层层叠加，先是愤怒，为什么女人这么复杂？然后是绝望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终于，在黎明破晓时，他领悟到一丝希望，那一刻的沉默如死一般的宁静，却孕育着重生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高潮？那种从谷底爬起的释然，像荒谬的人生忽然有了光芒。冯国焘在这里评论写道：别去试探女人的底线，否则你会失去一切。这个场景不是简单的分手，而是人性深处的碰撞，生与死的交汇，苦难中的转折。它触动你，因为它像镜子，映出我们每个人的脆弱。从李明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眼洞悉女人心的核心思想，理解女人不是技巧，而是对人生的深刻领悟。冯国焘告诉我们，女人心如一曲琴弦，柔弱却锋利，在命运的拉扯中奏出生命的旋律。你可能也想过，为什么爱情总带苦难？因为人性本就荒谬，我们在爱中寻找意义，却常常迷失。书中升华的哲理是，别只看到女人的柔弱，她们有双刃剑，对抗男人的误判，知道其所需，才能在命运中赢得希望。女人装傻不是愚昧，而是智慧的伪装。她们的话可听不可全信，因为爱情逻辑不同，如生与死的两面。更深层地，这本书探讨活着的价值，在苦难中，爱与责任成为支柱。李明从绝望到领悟，释然于对抗命运的意义。冯国焘的金句，女人是在依恋，而并非依赖，这提醒我们，人性不是征服，而是共鸣。试想，如果你低估了女人的审美，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。如果你试探底线，下一秒就是永别。这些不是冷冰冰的建议，而是人生哲理的升华。通过洞悉女人心，我们学会尊重边界，拥抱荒谬，寻找内心的平静。希望如雪夜后的朝阳，照亮了人性的幽暗。最终书的核心是，活着不是为别人，而是为自己找到那份爱与责任的平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从绝望走向释然，领悟到命运虽无常，但人性中的温暖能让我们坚持。你听着这些，或许会点头，是的，女人心不是谜题，而是镜子，映出我们自己的影子。冯国焘用文学般的笔触层层剥开，让我们看到背后的真理。别说你懂爱情，直到你真正洞悉了那颗心。回想李明的旅程，从雨夜的相遇，到雪夜的离别，再到夕阳下的释然，这本书像一首长诗，唱出了女人心的深沉旋律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命运的琴弦上弹奏，面对苦难，寻找希望。冯国焘的洞见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它让我们明白，爱不是占有，而是理解；活着不是忍受，而是升华。现在轮到你了，你有没有真正洞悉过身边女人的心？如果没有，下次试试停下来，听听那沉默背后的琴声，或许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。